东晋立国，王导出任丞相，王敦任大将军，朝政大权皆出于琅琊王氏之手，被称为王与马共天下。可是有哪个皇帝始终愿意当一个人人百世的傀儡呢？于是当江东局势稍稍明朗，江北士族站稳脚跟之后，元帝司马睿随即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班底，逐渐不露声色地排斥琅琊王氏。但是王家兄弟是司马睿能对付得了的吗？王敦的长相非常古怪，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是蜜蜂的眼睛，豺狼的声音，总之看起来可不像个好人。同样，史书里也不厌其烦地记载他那些道德低下、不堪入目的事迹，比如王凯请客吃饭，席间让自己私人乐队演奏歌唱，有一个女工吹笛子的音准不对，王凯当即杀了这个女工，一时间满座皆惊，但只有王敦神色自若。再比如石崇请客喝酒的故事，又变成了王凯请客喝酒。王凯举办 party 聚会喝酒，为了尽兴，他让美人给诸位宾客劝酒，规定谁要是不喝，就当场杀了那个美人。结果王敦却坚持不喝。当王凯要把美人拉下去杀头的时候，王敦傲然不视，一点都不在乎。这样的故事我们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但问题是，在两晋之交，道德低下会影响王敦的进步吗？答案是否定的。王敦出身于顶级勋贵的琅琊王家，长大后又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在八王之乱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混上了禁军头子的身份。等到太傅司马越终于统一了朝政，当上西晋事实上一把手的时候，王敦已经是司马越一党当中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了。而王敦在这个集团中的作用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其实王与马共天下不单单是指东晋朝廷由王导和司马睿建立，早在他们南下之前，中央朝廷就已经有王与马了，那就是司空王衍、太傅司马越。八王之乱之后，永嘉之乱之前，面对岌岌可危的天下局势，三公之一的司徒王衍开始规划退路。首都洛阳大概率是保不住了，既然中央朝廷早晚要转移，那么就必须提前进行人事安排。因此他建议太傅司马越让他的弟弟王成出任荆州都督，徒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两人率先出发，提前安定一南一北这两处的秩序，做好迎接朝廷转移的准备。王衍的计划当然有借着危局安插王室子弟的目的，但也确实有着为转移中央而做出提前谋划的打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成、王敦、王导、司马睿纷纷到地方任职。王成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司马睿任安东将军，王导任司马睿的司马。此时是307年，这一年江南的陈敏之乱还没结束，但是胡人在北方的进攻却已经日益烹油烈火了。西晋中央朝廷转移的设想，从最初的假想变成了不得不执行的重大战略。在中央的王衍、司马越紧锣密鼓地准备转移的同时，地方的干部们也加紧调动起来。公元309年3月，王敦出任扬州刺史，司马睿和王导从徐州的下邳转移到南京及建业，王成则继续把持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然而北方局势糜烂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王敦南下仅仅1年之后，公元310年，王衍、司马越的担忧成为了现实。匈奴人包围了首都洛阳，首都保不住了。中央有难，司马越按照惯例征发天下诸侯进京勤王，命令下到江南，朝廷要求建武将军钱惠率兵进京支援作战。王敦任尚书，作为这支队伍的监军，跟着钱惠的大部队一同前往洛阳。结果钱惠军队还没过江，听闻匈奴人的兵力雄厚，流民军军势强盛，钱惠不敢贸然进军，他畏缩不前，准备观望一番，等到北方的乱局有了结果再做打算。身在江南的司马睿本着对司马越负责的态度，强令要求钱惠即刻出发，马上渡江，不然就军法从事。钱惠确实不想去北方参加乱局，又做不到无视司马睿的命令，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原地造反了。他找来了东吴末主孙浩的儿子孙冲，推他为首领，想要再现孙氏割据江东的局面。后来觉得不过瘾，又把孙冲杀了，自己当一把手。然后他又杀我晋的都知校尉陈丰，放火焚烧官邸，还准备把押送队伍的王敦也一块处理了。王敦在钱惠作乱之前收到风声，随即连夜逃跑，逃命建业，向司马睿通报了钱惠造反的事儿，并要求司马睿派兵平叛。司马睿当然不敢有片刻耽搁，火速出动本部兵马。只可惜此时的司马睿集团实力确实薄弱，
前去作战的将军郭毅、都尉宋典手中确实没有像样的队伍，迟迟不敢应战。至此关键时刻，曾经两定江南的周启再次临危受命，出动自己的私兵，并再次号召江东大族联手，与司马睿麾下的郭毅等人合兵之后，周启等人合力消灭了钱会之叛。关于钱会之乱，无论是《晋书》还是《资治通鉴》，都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它背后暗含的信息却十分明确，那就是刚刚南下的王敦、王导、司马睿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实力，人事安排也不尽完备。当钱会作乱的时候，若非江南豪族出手，王与马似乎只能尴尬的僵持。另外一方面，周启再度平定江东的动乱，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三定江南的伟大功业，功劳不可谓不显著，朝廷也不能不给予相应的封赏。基于此，西晋朝廷加封周启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城县侯。开关进爵还不足够表彰周启的大功，朝廷更是对周家的家乡阳县县从吴兴郡单独分出来，并从吴兴郡下分出3个县，再从丹阳郡下割出2个县，一共6个县，建立起新的行政区，叫做义兴郡，以表彰纪念周启的义举。从此，吴兴周氏就要叫义兴周氏了。当然，重点是要突出一个义字。看到这儿，仿佛一个皆大欢喜、有情有义的故事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不要着急，因为就在周启传记的下一行，司马睿集团已经开始对周启下手了。此时的北方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311年3月，司马越率领西晋主力和朝廷骨干离开洛阳，向大本营徐州转移。没想到司马越本人竟然在中途暴毙而亡。4月，匈奴汉将领石勒急行军在宁平城附近截击西晋主力部队，结果西晋军队一触即溃，全军覆没，死者10余万。紧接着6月，已经被3次围攻的洛阳，在守备空虚的绝望境地之下被匈奴人攻陷，皇帝被俘虏，史称永嘉之乱。在此背景之下，中原市民纷纷背井离乡南下逃命，这一变动再次搅动了江东的格局，一场大的洗牌就此启动。王导操盘了这次变局，他的手段非常高超。一方面，对待北方来的大族，他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安抚、拉拢、团结，使北方高门成为自己坚实的战友。另外一方面，面对南方的豪族，那就是分化、拉拢、利用、打击各不相同了。其实，王导并不是排斥所有的南方豪族，而江东氏族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发家路径也不尽相同。例如像顾氏、陆氏、张氏等大族，他们以文之名，是靠的祖祖辈辈历代做官，世事朝廷，才达成了大族的成就。因此他们声望更高，门第也更高。而以周启为代表的江南武装豪族，则以武力出名。他们拥有庞大的庄园和私人武装，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有时候会带兵逐鹿天下，但有时候却对做官的兴趣并不大，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过好小日子就够了，类似于地方军阀。两类风格迥异的江东门阀彼此之间本身就有很多局域，他们会合作，但也会残酷斗争。比如说东吴灭亡之前，太子太傅贺绍出任吴郡太守，吴地的各个豪门都很轻视他，竟然嚣张到在贺绍的官府门上写下了会稽稽不能提几个字。贺绍听说之后，特意要来笔，补写了几个字，叫不可提，杀无儿。随即贺绍开始专项整顿，核查大中原主诸如顾姓、陆姓等家族役使官兵窝藏逃亡人口的情况。时任江陵都督的陆抗是专门向孙皓求助了之后，才从贺绍的整顿之下得以脱罪的。话说回来，王导、司马睿重点排挤的就是那些武力豪族，而其中的代表就是周启和陶侃。因此，当北人南下的时候，王导提醒司马睿要注意吸收北方大族的势力，借助北方高门涌入江南的时机，抑制南人的政治地位。司马睿则照单全收，大笔一挥，重要的岗位纷纷让出来，给了北方大族。例如，在司马睿的办公厅里，仅来自北方的高级参谋和干部就有160人。另外一方面，更令人警惕的是，江南武装豪族，则是由王敦、王导兄弟合力击破。王敦、王导对待江南武装豪族的整体思路，就是先利用他们的武装，为自己这个新生的小政权开疆拓土，在消耗武装豪族力量的同时，配合政治欺诈，实现将武力型豪族打散，夺取革命果实的效果。鉴于时间原因，我们快速过一遍。311年，王导、司马睿以江州、长官、华裔、目无大局、藐视朝廷、拒不接受人事安排为名义起兵讨伐。此战由王敦都督着周访、甘卓进军江州，王敦是这次行动的老板，但干活的人却是江南武装力量。
在借助周访、甘卓的力量消灭华裔，拿下江州之后，江东朝廷再拉一派打一派，先封官许愿，任命周访为浔阳太守，任命甘卓为襄州刺史。紧接着312年，江东小朝廷再出手，把王敦升任为江东地区前线最高军事长官，任征讨都督，负责消灭在荆州和襄州作乱的杜涛。王敦平定杜涛之乱，借助的是谁呢？还是老几位：周访、甘卓和武昌太守陶侃。还没等到陶侃反应过来，周启就已经首先意识到不对劲了。男人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王敦麾下的3路大军往襄州和荆州进发的时候，周启恍然大悟。荆州位于长江中上游，在地理位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游对下游的压迫之势，既是令孙权决心背刺项羽的关键所在，也是此后300年间南朝无数次叛变的原因所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荆州兵顺流而下，即可直捣扬州腹地，而江襄两州是荆扬两州的缓冲地带。一旦荆州、襄州、江州3州全部被王敦控制，那么在富庶的扬州的江东武力门阀们就基本上陷入到了被王敦瓮中捉鳖的境地里。这令周启不得不警惕起来，对他来说，局势起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如今在建业朝廷里说话管用的是北方来的大族，或者南方以文知名的官僚型大族，而武装豪族周家已经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了。另外一方面，现在朝廷所倚仗的武装力量是周访、甘卓，是陶侃，也不是周家。也就是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文治还是武功，周启所在的一族已经被抛弃了。有鉴于此，最大的豪门武装义兴周氏决定做点什么。